魅族22，本期就来看看这台手机的表现。本期看点如下，推荐大家仔细去看。非常巧合的是，最近几期节目我们对比的都是中档售价的手机和旗舰手机的对比。那如果你是老观众呢，你看完前几期节目之后，你自然就会知道这台手机的表现了啊，这也是我们节目的特点。那由于这台手机现在还是工程版部件呢，不适合做对比。但如果你是新观众呢，你把前面几期看了之后，也自然就了解它的水平了。或者等这台手机升级到了最新正式版之后呢，我们也会安排对比节目。我老实说呢，以这台手机的表现，确实值得对比一下啊。那如果你买的也是白色版手机的话，那么你从正面就能一眼看出它是魅族的手机。白色的边框呢，确实非常有特点。那么这台手机呢，也是以均衡为理念打造的手机。但是我觉得咱们消费者对均衡的理解好像是应该是全方面都物超所值的意思，对吧？那作为聊影像的节目，自然会从影像的角度来看看这台手机是否物超所值啊。如果你也关注手机影像的话，那么我希望你能拿起手中的设备、手中的手机，能参与到摄影中来。现在非常多的朋友在视频回复下方把自己拍摄的好看的照片上传到了回复当中，非常感谢这些朋友啊，是这些朋友真正的带着大家能参与到摄影中来，也非常感谢那些能给我们节目点赞和加关注的朋友，尤其是加关注，这点呢是让我们节目继续更新下去的动力，所以就非常感谢大家了。那下面就看看本期的摄影环节有哪些网友的摄影作品入选了吧。再次感谢前面这些在视频回复里上传优秀摄影作品的朋友，是你们真正的带着大家能参与到摄影中来。器材虽然分好坏，但是摄影不论器材，关键是你要真的去拍起来，要动手多于动嘴。欢迎收看 ZPH， 别忘了点赞和加关注支持我们啊。那下面就来看看这台手机的表现吧。手机后摄3颗镜头，主摄超广角和3倍的长焦。拍摄界面0.6倍超广角，1倍主摄，2倍的数码变焦，3倍的长焦镜头和10倍的数码变焦。那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台手机在影像方面的表现了。我们还是先从主摄开始聊。那参数都列这儿了，就不挨个念了啊。下面我们看实拍样片。测试的当天呢，算是半阴天吧。这种颜色风格大家喜欢吗？那么测试的方法呢，就是默认设置，拿起来就拍。可以看到中心解析力是足够的，最好的是边角画质的把控也是很好的。它跟边角画质比起来呢，画质没有多大损失。这颗主摄镜组的光学素质还是不错的。再看一组测试样片，这个颜色我觉得还是挺好看的啊，你们喜欢这种颜色风格吗？那么中心解析力方面依旧是没问题的，边角画质的把控也算是不错的。主摄是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啊，在高清模式下，相对于普通模式解析力的提升还是很明显的。再说超广角镜头，参数都列这儿了，就不挨个念了啊。不过这颗超广角的视角是够宽广的，等效焦段呢相当于13毫米了。看实拍样片，同样都是默认设置，拿起来就拍啊。那么中心解析力方面呢，成像是偏柔和的那种啊，就是说白了稍微有点肉。这个肉呢是相对于主摄的锐而言的，它的成像表现呢还可以。那么边角画质的把控呢，在等效13毫米的超广角里呢，就说还行了啊。虽然说谈不上优秀啊，
但也确实可以。再看一组超广角样片，这个颜色风格我还是很喜欢的。那么中心解析力跟边角画质呢，就说是中规中矩吧。超广角也是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那么跟默认模式的1200万像素比呢，解析力是有一定提升的啊，但是幅度呢不像主摄那么的明显。再说中长焦镜头这块，长焦镜头呢，它有一个3倍的长焦镜头啊，参数都列这儿了，也就不挨个念参数了。测试呢，还是先从2倍数码变焦看起，2倍呢，大家还是很常用的。那前面也看到了，主摄的高清模式跟普通模式的解析力差别还是很大的。那么2倍数码变焦呢，应该比主摄直接拍在望远的时候解析力也应该是提升明显的，对比结果也是如此。2倍数码变焦的表现还是可以的。那现在是2倍数码变焦跟3倍光学镜头的成像对比了，解析力的差别非常大呀，这和3倍镜头的解析力很好。3倍镜头也是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那么跟默认模式比呢，解析力也确实有提升。现在是3倍镜头跟10倍数码变焦的对比啊，10倍数码变焦就是3倍镜头的数码变焦，不过解析力呢依旧又提升了一些。微距放在长焦环节后面呢，是因为这台手机的长焦是能拍微距的，而且它的超广角呢也能拍微距。现在看到的就是主摄焦段和10倍数码变焦拍摄的微距效果。主摄焦段呢，实际上就是超广角数码变焦拍的；10倍焦段的微距呢，就是3倍镜头的数码变焦拍的。放大看细节呈现呢，就是10倍焦段的微距效果更好。拍摄一块布料也是如此啊，可以看到10倍的微距效果在细节呈现方面是更优秀的。再说前摄，先看前摄镜头的自拍效果，用的就是前摄镜头的默认设置，没有调其他的选项啊。首先说从样片上来说呢，颜色方面我就非常喜欢啊，自拍出来的颜色是非常好看的，而且它的磨皮美颜效果呢也比较适中。老实说，它有磨皮美颜效果吗？可能是应该有吧，因为拍完之后我看自己还是挺好看的。一般这种情况呢，就是因为美颜的原因，但是它脸上的细节保留还是非常丰富的啊，整体的清晰度是非常高的。总之呢，这样的自拍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现在看到的是前摄镜头的录像表现，首先说颜色啊，依旧是非常好看的，在前摄录像里边，而且清晰度、防抖的表现都很好。这样的前摄自拍表现呢，我觉得这台手机已经算是很优秀的级别了。再说人像拍摄，用的就是手机人像模式的默认设置，没有调其他的选项。这次分别测试了3倍镜头跟主摄的人像拍摄表现。那这2颗镜头拍摄出来的人像颜色方面是有差别的，当然这点呢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镜头的视角差距是非常大的，拍摄的时候能囊括的景物差距就非常大，测光的区别就非常大。那么这点呢，在任何拍摄设备、任何相机镜头里边都是一样的。不过大家也能看出来啊，拍摄人像呢还是中长焦镜头更适合一些，对吧？也就是它3倍镜头的人像效果更好。换了一个拍摄场景，这个场景的光线条件呢更优秀一些，可以看到这回人像的表现更上了一层楼。3倍镜头跟主摄的拍摄表现更好了，但是呢，依然是3倍镜头的人像表现更优秀。到了直出宽容度的测试啊，在不同场景下，主摄跟超广角的表现呢就有些不稳定了。当然这点呢一点都不奇怪，因为这台手机呢还是工程版固件。工程版固件的主要作用呢，就是为了总结现在手机的使用习惯呀、续航啊、发热呀、拍照的时候是否开启 HDR 啊、HDR 开启多少合适啊。这些呢都是需要工程版固件去总结，为日后的算法做训练的。所以现在这项测试呢出现不稳定的情况呢，一点也不意外。等以后正式版系统上线之后，有对比节目的时候，咱们看看它这个环节有没有什么改进。再看夜景的表现，那这些普通城市夜景的测试环境呢，它也是有强光、有阴影的。我们精挑细选的测试场景还是有难度的啊。那么这台手机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它的直出表现都是非常优秀的。亮部跟暗部的细节呈现都是非常好的。那这里说是直出呢，其实这台手机按下快门之后呢，快门地方也要稍微转一下啊。但是为什么说它是直出呢？因为从这录屏里大家就能看到，我按下快门之后立刻移动手机，虽然说快门的地方还是要转圈圈，没有立刻成像，但是并不影响最终成像的清晰度，最终成像的效果呢还是不错的。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就给它算作直出啊，不算是自动夜景。那主摄跟超广角到了城市比较昏暗的环境啊，效果也是非常理想的，尤其是主摄啊，这么暗的环境，它拍摄出来的细节是非常丰富的。其实不用这么亮啊，对吧？
那么超广角呢，跟其他手机一样啊，到了这么暗的地方呢，也都快扛不住了。现在是2倍数码变焦跟3倍长焦镜头在夜晚的成像表现，可以看到它们的表现也是很理想的，暗部细节、亮部细节呈现都很好，整体的色彩清晰度都没有问题。现在是3倍镜头跟10倍数码变焦的对比啊，可以看到它们的清晰度也都是非常高的，就是10倍镜头的暗部呈现呢稍微欠缺一点。那为什么说是欠缺一点而不是不行呢？因为到了这种真正暗的环境，3倍跟10倍数码变焦的表现都是非常理想的啊，尤其是10倍数码变焦的表现很不错。像这样的场景呢，就是我们常规的测试场景，很多节目、很多手机都拍摄过这样的场景啊。看之前的节目就知道这台手机的表现到底怎么样了。来到真正极暗的环境，就要打开夜景模式测试了，看看这台手机在这种极限环境下软硬件配合怎么样。主摄的表现没有问题啊，超广角快扛不住了啊，这点跟其他手机也差不多。那么第二个极限场景呢，当然就是戒尘器场景了。主摄的表现，你还别说啊，细节呈现真的可以啊，超广角在这么暗的地方呢，也就无所谓了。场景难度再提高一些啊，说点小路的场景，主摄的表现依旧还可以啊，在这个价位的手机里边肯定算是可以的了。最后一个极限场景，祖传神树Pro啊，那已经是非常的极限了啊，很变态。主摄的表现依旧是非常理想的，它到底有多理想呢？看看前面几期的节目就知道了，正好测试了几款跟它价位差不多的中档手机，你们可以看看这些手机的表现是什么样啊，回来再看看魅族 R2 的表现就知道了。视频录制用的是手机的默认设置，也是最接近现在社交软件录制的效果。现在是主摄白天手持走路的表现，没有架子，没有稳定器，颜色、防抖、清晰度都不错。现在是超广角的表现，同样的清晰度、防抖还有色彩也都没有什么问题。现在是2倍数码变焦的录像表现啊，可以看到颜色非常好看，清晰度也没问题，关键是防抖也挺好的。那要说看防抖好不好呢，还是得看长焦镜头的表现。现在就是3倍长焦镜头的录像表现了，这个稳定性是非常理想的啊，就像装在滑轨上一样。当时我就是手持随便这么平移拍了一下，最终效果还是相当理想的，而且这个颜色也很好看，清晰度也没有问题。现在是10倍数码变焦的录像表现啊，它是3倍镜头的数码变焦，解析力呢肯定不能跟光学镜头比的，但是这个颜色还有防抖相当可以了。现在是主摄的夜晚录像表现，这个环境还是非常暗的，解析力跟防抖啊，要是跟白天比呢，肯定是有下降的，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呢，有些鬼影啊，不过现在的手机晚上录像没有鬼影都不好意思说自己的镜头玻璃结实。现在是相同场景超广角的录像表现啊，确实这么暗的环境呢，超广角是很难应付的，不过防抖还是很不错的。现在是3倍镜头夜晚的录像表现，这个清晰度和防抖还有色彩是相当上乘的啊，这台手机的3倍镜头的表现在录像方面啊，白天跟晚上都是非常不错的。现在是10倍数码变焦的夜晚录像表现，都已经到了10倍数码变焦了呢，就不用太苛求画质了。但是这个颜色呢，我还是得夸一下啊，因为很多数码变焦到了晚上，它会拍得非常的惨白，非常的白。最起码现在的颜色我还是喜欢的，而且防抖确实不错哦。开头说了，这台手机是以均衡为理念打造的手机，它的售价、大小、重量、手感、性能这些用均衡来形容都没问题。那至于是否物超所值了呢，还是个位说了算。但是影像上的表现，我认为还是同档手机里边很不错的。虽然有一个测试项目还不稳定，当然了，这点我们也反馈给了厂家。等正式版固件更新后，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一下它的升级改进。那到了结尾呢，各位就来说一下这台手机的工业设计吧。你们觉得这台手机的长相好看吗？欢迎说出你的看法。OK， 到结尾了，看完前面内容，希望在选择方面为您提供了帮助，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点赞和加关注支持我们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